2009年4月初，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马士基航运公司旗下的一艘装载着大量集装箱的货轮正驶离阿曼的塞纳莱港，目标是位于肯尼亚的蒙巴萨港。这艘货轮上共有21名船员，他们在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的指挥下踏上了这次航行的旅程。理查德·菲利普斯于1955年5月16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温彻斯特，他的海员生涯始于1979年。当时，他从马萨诸塞州海事学院毕业，开启了对海洋的探索与冒险。2009年3月，理查德指挥着名为马士基·阿拉巴马的货轮，然而不久之后，这艘船便遭遇了劫持的命运。这一切在1个月后的事件中将达到高潮。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2009年4月7日，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正在距索马里海岸几百公里的海域航行，这里因频繁发生海盗袭击而声名显赫。尽管理查德收到了有关可能遭到海盗袭击的警告，他依然决定不改变航线，继续驶向目的地。4日清晨，一艘载有4名手持 AK-47自动步枪的海盗的快艇朝着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驶来。在船员们没有武器的情况下，他们试图通过发射照明弹和喷射消防水管来抵御海盗的进攻。然而，尽管进行了拼命的抵抗，仍有2名海盗成功登上了这艘货轮。这是近200年来美国船只首次遭到海盗的侵袭，情况十分危急。大部分船员迅速撤退到加固的操舵舱，试图寻找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包括船长理查德在内。其中1名被俘的船员被迫接受命令下去把剩余的船员带出来，却再也没有返回。这时，另外2名海盗也已登上了船，其中1名海盗开始向甲板下搜索失踪的船员。然而，海盗的搜查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船员们迅速展开了反击，将1名海盗俘获。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其余的海盗通过谈判交换人质，迫使船员释放被捕的海盗。然而，船长理查德却被扣为人质，迫使他登上了一艘有盖的救生艇。海盗们开出了200万美元的赎金要求，以换取被捕的理查德。在此危急时刻，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的船员们迅速发出了求救信号，并开始全力追踪海盗的救生艇，试图寻找机会营救他们的船长和同伴。得知美国船只遭到海盗劫持的紧急消息后，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命令距事发海域最近的导弹巡洋舰班布里奇号迅速驶往现场。同时，猎户座反潜巡逻机也被派遣出发，负责在空中搜索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的位置，以期尽快找到并救援被困的船员。与此同时，货轮上的自救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在这场危机中，一名名叫穆斯的海盗对一位名为扎拉的人质施加了威胁，逼迫他带自己去寻找其他被困的船员。在与穆斯交谈中，扎拉发现穆斯也是一名穆斯林，便试图借助这一身份认同说服他，将手中的枪支交给同伴，仅用一把匕首威胁穆斯继续前进。2人进入船舱的漆黑下层时，却偶然与上来探查的佩里及其同伴相遇。在甲板上，几名海盗目睹了穆斯本来是威胁他人的情形，反而背刀抵着从船舱里走出，感到十分震惊。佩里则提出与海盗交换人质的要求，海盗们对此表示同意，但附加条件是必须支付额外的3万美元，同时保证他们能够安全撤离。佩里答应了这一要求，并承诺会为海盗提供一艘逃生艇，由作为人质的菲利普斯来教授使用方法。起初，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危机能够平安度过，毕竟钱已经交到海盗手中。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海盗们在匆忙学会逃生艇的使用后，竟然将舱门一关，带着船长菲利普斯逃之夭夭。这时，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点40分。在4月9日，美国班布里奇号巡洋舰以及其他军舰和军用飞机终于抵达事发海域，成功救助了货轮上的船员。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在全力与海盗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保护人质的安全。在这一紧急时刻，一小队装甲士兵也加入了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船员的行列，命令他们继续航向肯尼亚。然而，在4月10日，理查德试图趁机从船上跳下逃跑，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被海盗重新抓获。第2天，理查德与海盗乘坐的救生艇因燃料耗尽而停滞不前。正好在此时，美国海豹突击队第6分队已经抵达班布里奇号巡洋舰，并迅速追上了他们。局势即将发生重大转折。
2009年4月12日，在索马里当地时间早上7时左右，美国海军151舰队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班布里奇号正在拖拽一艘救生艇，而这艘救生艇上3名海盗正劫持着美国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货轮的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那些海盗此时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末日即将来临。菲利普斯被绑得牢牢地坐在舷窗附近，身旁由其中一名手持 AK-47的海盗严密看管着。到了7时19分，现场指挥官正在班布里奇号上密切观察海盗的动向，突然发现救生艇的后舱门里钻出了2名海盗，也许是想透透气，享受一下外面的空气。然而，此时负责看管菲利普斯的海盗距离他只有不到0.5米的距离，这正是一个绝佳的攻击机会。随着一声砰的枪响，子弹精准地穿过舷窗，击中了开押人质的海盗的头部。几乎在同一瞬间，又接连响起了砰砰2声，甲板上的另外2名海盗也被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呼吸新鲜空气的代价会如此惨重。紧接着，美国海军的调查、登舰、搜索与扣押小组迅速行动起来，开展了针对救生艇的登舰和搜查工作。他们成功解救了菲利普斯，并将唯一幸存的海盗拘捕。这起索马里海盗劫持美国人质的事件至此画上了句号，标志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对抗的结束。此次美国海军对人质的解救行动可谓极为出色，无论是从组织、策划还是实施方案的角度来看，都堪称教科书上的典范。在这一系列行动中，海豹突击队的狙击任务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月8日，当海军接到马士基阿拉巴马号被劫持的消息后，立即指派附近的班布里奇号驱逐舰赶往事发海域展开搜索和救援。当晚，海军便与海盗所乘的救生艇开始了对峙。为了防止海盗因绝望而对人质采取极端行为，班布里奇号选择不立即进行更为激烈的军事行动。到了4月9日，班布里奇号的船长在联邦调查局谈判专家的远程支持下，与海盗展开了谈判，劝说他们释放人质。表面上看，这一行动似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效果，但实际上，谈判不仅缓和了海盗的紧张情绪，降低了他们对人质的伤害风险，还有效争取到了时间。在媒体的聚光灯下，这场谈判背后，4名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则紧急登上飞机前往索马里，准备随时进行空降支援。实际上，谈判的过程为后来的武力解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的狙击行动比陆地上要困难得多。海浪的影响使得无论是目标还是射手都难以保持稳定的姿态，加之目标与射手分别处于2艘船上，彼此间的相对运动更使得狙击变得极为复杂。不过，美国海军采取了聪明的策略，主动与海盗协商，由驱逐舰拖拽失去动力的救生艇，以此避免艇只倾覆。海盗对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此救生艇被拖至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距离，并处于驱逐舰的尾流中，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此外，海面上反射的阳光十分强烈，常常会干扰狙击手的瞄准，并增加视觉疲劳。美国海军选择在傍晚时分进行行动，有效避免了这一干扰。再者，海风的强度通常比陆上的风更大，风向变化也更加频繁，这常常会造成风切变的问题。然而，由于美军在距离上的优势，这一问题并未对行动造成显著影响。对于此次海上狙击行动，美军在执行过程中成功解决了以下3个关键问题：一、击穿舷窗的弹道干扰。在全封闭的救生艇上，如果要通过击穿舷窗来击毙开押人质的海盗，舷窗玻璃可能会干扰子弹的飞行轨迹，使得弹道难以预测。因此，如何确保一击必杀成为了首要挑战。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军可能采用了大口径武器，较重的弹头，例如7.62毫米，在受到外力影响时，其飞行轨迹的偏离会小于较轻的弹头，如5.56毫米。相比之下，12.7毫米的子弹虽然在威力上更为强大，但在这次行动中显得有些大材小用，而7.62毫米的弹药则更为适合。此外，确保海盗离舷窗足够近，可以减少弹道偏离带来的风险，从而提高击杀的成功率。2、多名海盗的同时击杀，海盗人数众多，必须一次性成功击杀，否则人质将面临生命危险。按照标准的狙击配置，
通常需要至少6名狙击手来确保行动的成功。然而，这次行动中仅有4名狙击手参与，传统上只能分为2个小组，而敌方海盗则有3名，这使得同时击毙所有目标的难度增加。一种可能的策略是，1名狙击手专门负责看押人质的海盗，观瞄员则负责确认目标并进行总体指挥，而另外2名狙击手没有观瞄员，直接针对其余海盗进行射击。由于距离较近，狙击手可以迅速补枪，只要能确保3名海盗不同时向人质开枪，成功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此外，有消息称，这些海盗在谈判破裂后情绪急躁，甚至殴打人质，并且时常跑出船舱，用 AK-47向空中射击。这种情况无疑为美军狙击手提供了有利的作战条件，增加了成功击杀的可能性。虽然还有人提出，驱逐舰上本身就有陆战队的狙击手参与，但缺乏明确证据支持这一说法。3. 隐蔽问题，狙击手如何在距离救生艇不到30米的班布里奇号上隐蔽，成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美方媒体的示意图显示，狙击手全趴在舰尾后部。然而，从隐蔽的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可能存在问题。如此近的距离虽有利于观察，但却极为不利于隐蔽。长时间的观察等待容易导致海盗发现他们的存在。此外，长时间的隐蔽还会引发人员疲劳问题，饮食和生理需求也必须得到满足。因此，狙击小组很可能并不直接藏身于舰尾，而是埋伏在舰楼附近，借助一定的伪装来隐藏身形。他们可能还会不断与海盗进行谈判，并提供补给，以此分散海盗的注意力，减少被发现的风险。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军的狙击小组能够有效地实现隐蔽，同时为即将到来的攻击做准备。